虾皮购物怕踩雷吗？欢迎大家来看这份蛙家选物清单，蛙家开箱过的好物都在里面哦，详情请看资讯栏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困扰？同类型商品好多款，到底哪个才真的好用？今天蛙家就要来实测油壶、切葱丝刀、压蒜泥器这3种经常用到的料理工具，到底哪款才好用？一起来看今天的开箱老实说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油是做料理时一定要用到的食材，但那么多的油罐油壶，哪款才顺手好倒呢？今天我们挑了几款实际测试看看。白色这款 Hola 自动开启防漏油壶，网络上有不少人推荐。玻璃瓶身，瓶口大，装油很方便，瓶子有把手，稳固好拿。倒油时瓶盖会自动打开，很顺手，油量也好控制。这款出油口有回油设计，多的油会流回去，不会弄得瓶身都油腻腻的，很不错。这款盖子不能全拆，可以用牙刷刷洗。出油口用吸管刷刷洗就行，但内部不能彻底清洁，有点可惜。容量还蛮大的，有550ml，天天做菜用油量多的人很适合，不用常常补油。接下来这款玻璃泥自动开盖油壶也是在 Hola 买的，一样是瓶盖会自动开启防漏的油壶，玻璃瓶身，瓶口也很大，装油方便。瓶子也有把手，拿斜一点，出油口就开了，实际倒油也很顺手。防漏的部分有一滴滴油留在瓶口，但不影响。整个瓶子连上面盖子都能完全拆开，可以彻底清洁，装回去也很简单。容量300ml，稍微小一点点，但也蛮够用咯。宜得利这款玻璃材质的油醋罐可以当油瓶用，出油嘴拆下来可以用吸管刷刷洗，可以完全拆开来清洁。装回去的时候要注意，瓶塞跟外盖都有一个小孔，2个孔要对齐装回，这样倒油时才不会漏油或倒不出油哦。玻璃瓶身，但瓶口较小，要用漏斗装油比较方便。煮菜时用这支油醋罐倒油很顺手，而且很好控制油量，不会漏油、滴油，油瓶也不太会沾染油垢。每天煮完菜，只要把罐子擦一擦就干净。再来测试这款造型很好看，加拿大品牌 Zuudi 的油壶，玻璃瓶身，瓶口也是大的，装油很容易。这款瓶身做的比较扁，扁身让手更好握，一样是自动开启的设计，很好倒油。出油量适中，倒油十分顺手。最特别是出油嘴的设计，回油的设计，在倒完把油瓶抬起的瞬间，最后一滴油会流回去，完全不会漏油出来，非常干净。盖子油嘴用吸管刷就能刷洗，盖内也能用牙刷清洁，整体使用起来顺手好用，也好清理，难怪很多人推荐。另外也有这种只有油嘴的，只要把油嘴装在瓶子上就可以使用。但瓶子跟油嘴如果有点不合，就可能会漏油。我们买了2款，试着倒油看看。这款还 OK， 但倒完油拿起来，油会留在盖子上，久了应该会卡脏污。再试另一款，天啊，这款完全不行，油全都倒到油嘴上了。这设计有问题，油都流下来，整个罐子都是了，千万别买啊！这么多款油壶比较下来 ，Zuudi 油壶不论造型、握起来的手感、出油口设计等都是最佳选项。但今天测试的这几款其实都是好用的油壶，每一款都不错哦。上次介绍难用厨房道具时，把葱丝刀拿反了，导致割不出葱花。这次除了重新试试看之外，还要再试用其他款葱丝刀，赶快来看实测吧。先用这把葱丝刀，刀面在这边，要这样拿才对，轻轻在葱上割下去。用对刀面，真的可以切出葱丝。试试看，切割长一点，也还算顺手。葱丝刀的缺点是，如果下刀力道不够，割出来的葱丝会不够漂亮，有点烂烂的。但这种葱丝刀还 OK 啦，比用菜刀切快多了。这次我们在虾皮上还买了另外2款葱丝刀，看看它们长相真的蛮有趣的，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。这2款葱丝刀都是用推的，先试试这支像个小飞碟的葱丝切刀，把葱朝刀面推进去，把一根绿葱管推进去，真的可以耶，成功切出细葱丝了。再试长一点，到葱白的部分就推不动也拉不了，
只能处理绿色中空的葱管，葱白就没办法了。另外，这款有点像迷你款苹果切片器，同样是用推的，注意要看对刀面哦。把葱管从这个小柱子的地方套进去，把葱推进来，哇，马上就切割成葱丝了。推一小段割开后，改用拉的会比较顺手。切割速度很快，一下子就切好一堆葱丝，非常方便。但这款有一样的缺点，切到葱白就卡住。比较一下3款，比中的这款可以切割整只葱，葱白也可以切，但稍微需要点技巧，不然会割烂。另外这2款处理绿色葱管的部分都非常好用，缺点是到葱白都会卡住不能切，但绿色这款比较好收纳，且设计上也比另一只安全。压蒜泥器好多种啊，有压的也有用扭的，有便宜也有贵的，真的是1分钱1分货吗？今天就来测试看看。先来试用压蒜泥器，源头这支是 IKEA 的大蒜压泥器。这款压蒜泥器可以压出很细的蒜泥，像这样，蒜头不用剥皮，直接压。压的时候要用点力，一压下去时，蒜汁会喷出来。记得不要离装蒜泥的容器太远，免得蒜汁喷得到处都是。这款的缺点是容量稍微小了点，如果蒜瓣太大颗，要稍微切一下才能放得进去。这款压蒜泥器压好的蒜皮会卡在里面，要用手指或筷子抠一下才能把蒜皮拿出来。再来是大创的压蒜泥器，这款容量比 IKEA 稍微大一点，把手往下压时会有点摇晃，不好施力。压出来的蒜泥没有 IKEA 的细，也没办法压那么干净。虽然便宜，才49元，但不怎么好用。另外，这款是 OXO 好清理压蒜泥器，这支有很多人推荐。介绍一下 OXO 这款设计的特色：这块有凸力的橡胶，把压头反折，能把卡在里面的蒜皮推起来，比较好清理。这款容量比 IKEA 大蒜压泥器稍大一点，压泥的时候要用点力压到底。先是带皮的蒜瓣，压下去只能压出一点点蒜泥，改用去皮的蒜头试试看。用去皮蒜头能压出比较多蒜泥，但没有 IKEA 压得干净，剩余蒜头还蛮多的。接下来这款是小米油品火候压蒜器，压蒜网的地方打开会整个抬起来，清洁可以更容易。实际压蒜看看吧。这款容量跟 OXO 差不多，压泥时也一样要用点力，压出来的量跟 OXO 也差不多，效果也算不错。几款压泥器比较下来， IKEA 的可以把蒜头压得最干净，压出量多又细的蒜泥。OXO 款设计感最好，握把好握，有点分量，手感佳。小米油品的造型不错，价格便宜。大创款相比起来整体较差，但最平价。接着我们要再试用2款用搅碾方式来搅出蒜泥的搅蒜器，2款价差超大，哪款比较好用呢？先是这款虾皮买的超便宜，只要45元的旋转碾蒜器，造型像个盒子，把蒜头放进去，盒子上下盖起来，用力扭转碾碎蒜头。使用时要蛮出力的，蒜头如果放多一点，应该就转不动了。我们放了4颗蒜瓣，真的要很用力才能碾搅得动。打开看看，有搅碎一些蒜，但没有全碎。用这个很耗时费力，还不如用刀拍切碎来得快。最后这款 Joseph 的搅蒜器，名字蛮有趣的，叫大蒜魔力好棒棒。来试试看，是不是真的很棒吧？容量跟 IKEA 压蒜器差不多，放太多或太大颗会搅不动。放入蒜瓣后，把转柄上的红点对齐装好，然后扭转2只把手，稍微施点力就能把蒜泥搅出来。搅出来的不太泥，比较接近碎蒜粒。这款也可以把蒜头压得很干净，就算带皮直接压，也可以压得相当完整，不会浪费蒜头。Joseph 跟 IKEA 2款最不浪费蒜头，但相较之下 ，IKEA 大蒜压泥器压得最干净，量最多。握感虽比 OXO 差一点，但 IKEA 很平价，只要199元。想要一把好的压蒜泥器，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的实测再选购。
如果你是做菜常要用蒜末的人，蛙边也很推荐可以买一台 USB 电动碎蒜末器，一次可以碎比较大量的蒜头，省时省力很多哦。今天比较了3种厨房常用的工具，总共15款商品实测，提供给大家在选购时参考。你有希望蛙家开箱测试的厨房用品或收纳用具吗？欢迎留言给我们，也许下次我们就会开箱哦。亲爱的蛙粉们，下次见喽！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